好的，这一期我们讲串口的内容。本来内容很多，但是我们针对初学者就不讲那些复杂的内容，将来有时间再讲。另外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动手实际操作一下，每一期的操作内容不会超过10分钟，希望大家动手做一下。好的，马上开始。大家好，我们来看这个小小的电子乐队，这里有2个按钮，按第一个演奏钢琴，按第二个演奏小提琴。在这个电路里有2个核心角色 ，ESP32 是我们的指挥家，而这个播放模块则是我们的演奏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 ESP32 直接演奏呢？第一，这个音乐芯片有专门为音频解码而设计的硬件电路，它的功能和播放效果更好。第二，这样会更便宜。这颗专用音乐芯片非常便宜，直接由 ESP32 演奏价格要贵很多。当我按下钢琴按钮，指挥家 ESP32 就会向演奏家模块下达一个简洁的指令，请演奏钢琴。这个指挥的过程就是通信，而 ESP32 与这款模块之间的通信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UART 串口通信。UART 串口通信可以有不同的电压标准，像这样，芯片与芯片之间在同一块电路板上进行短距离通信，它们所使用的电压标准就是 TTL 电平。简单来说， TTL 就是接近0 B 的电压来表示数字信号0，用接近芯片工作电压来表示1。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芯片工作电压，感兴趣可以参考这个短视频。接下来就进入动手环节，我们让2个单片机通信，可以把它想象成2个人打电话，一个人的嘴巴，也就是发送端，必须连接到另一个人的耳朵，也就是接收端。同样，为了能互相通话，B 版的嘴巴也要连接到 A 版的耳朵。这就是 TX 接 RX、RX 接 TX 的交叉连接原则。下面开始对2块 ESP32C3 Super Mini 模块连线。我们将 A 版的发送端 TX 引7角连接到 B 版的接收端 RX 引角6，然后反过来将 A 版的接收端 RX 引角6连接到 B 版的发送端 TX 引角7。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将2块板的 GND 引角连在一起，实现共地。为了触发整个流程，我们在 B 版的引角石上接了一个按键到底。这里必须指出一点， ESP32 系列芯片的 UART、IRC、SPI 几乎可以连接到任意一个空闲的 GPIO 引角上，而其他芯片，比如经典的 Arduino Uno， 它的硬件 UART 功能被永久性地写死在了它的0号和1号引角上，你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使用时务必查看规格书进行确认。下面我们来看代码如何实现这个有趣的互动。在 setup 函数里，我们初始化了2个串口 Serial Begin， 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它是 ESP32 开发版通过 USB 与电脑连接的那只串口，让我们能用串口监视器看到打印信息。而 Serial Port Begin 初始化的就是我们刚刚用杜邦线连接的外部串口。这里我们明确指定了引角6作为接收引角 RX， 引角7作为发送引角 TX， 波特率设置为9600。在 Loop 主循环里，程序会同时处理2件独立的事：按键检测和数据接收。首先，程序会检查按键是否被按下，如果按下了，就会通过 write 函数向另一张板发送数字0作为起始信号。同时，程序也会在每次循环时通过 available 函数检查串口有没有收到对方发来的数据，如果有，就用 read 函数把它读进来，将这个数字加1，然后立刻通过 write 函数回传给对方，并且把这个收发过程打印到自己的串口监视器上。好了，我们把这段相同的代码分别上传给2块开发板，然后同时打开它们各自的串口监视器来观察结果。当我们按下 B 版的按键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0就像一个乒乓球被我们发了出去。A 版的串口监视器会立刻打印出收到0，发出1分。紧接着 B 版的监视器就会打印出收到1，发出2分。然后 A 版又会打印收到2，发出3分。
那么通信在电线里的真实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把示波器的探头连接接收引脚上，这样我们就能从接收方的视角看到发送过来的信号究竟长什么样子。出发了，我们成功截获了一帧数据。屏幕上这一串高低起伏的方波，就是2个板子在飞速交谈时，其中一个数字的真实电信号形态。示波器展示了真实的信号，而这个在线工具则能完美呈现其背后的理论模型。我们输入16进制值0×55，2进制01010101，并将波特率设为9600。下方的时序图清晰地展示了 UART 数据帧的构成。信号从空闲的高电平拉低一格作为起始位，然后是8个数据位。因为协议规定最低位优先 ，Let's be first， 所以01010101会反序为1010101010进行传输。最后，信号拉高一格作为停止位，结束本次传输。而波特率9600则定义了图中每一格的时间宽度。工具已算出每比特时长为1除以9600秒，约等于104微秒。简单说，波特率就是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时间节拍。但最关键的是，这个时间节拍信号并不会在线路上传输，这正是 UART 中异步的含义。简单比喻 ，IRC、SPI 等同步通信，就像有指挥的乐队，节奏绝对统一；而 UART 异步通信，则像2个提前约定好速度的鼓手，没有指挥，全靠默契。那如果鼓手的节拍不一致会怎样？结果就是灾难性的乱码，因为接收方会在错误的时间点对信号进行采样，从而完全误解数据。例如，当 A 版以9600的速率发送时，若 B 版以38400的速率去听，它解读出的信息将面目全非。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说明了基于 TTL 电平的 UART 通信。当然 ，UART 还有用于错误检测的基偶校验和防止数据丢失的流量控制等高级玩法。我们有机会在未来的视频里继续探讨。在大型设备或者古老 PC 上还能见到这样一种串口，也是 UART 通信，但是另一种标准叫做 RS232。请看图片 ，TTL 和 RS232 的区别。所以同样叫做串口，绝对不要将 RS232 设备直接连接到你的 ESP32、Arduino 或任何微控制器的串口引脚上。这种高达正负10几伏的工业电压会瞬间烧毁你那娇嫩的芯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关于 UART 串口通信的全部核心内容。我们从最顶层的应用一路探索到了最底层的物理协议，相信你现在对串口通信已经有了全新的系统性的理解。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恳请一键3连，点赞、分享、订阅，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